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部分是有关PGAdmin 的部分的资料库工具安装和资料的汇入。那 PGAdmin 的部分的话是什么呢？主要它的用途是来管理 PostgreSQL， 它是一种开源关联式的资料库，它提供了一个图形化的界面，然后让使用者的话可以更有效与资料库去做互动。那这样的工具的话，允许使用者来做 SQL 的查询、管理资料，来进行这个资料的汇入与汇出。那提供一个比较直觉的一个使用界面，那支援 SQL 的查询，那并且具备了一个资料的视觉化的功能，来检视以分析资料库的方便性。那它支援了很多 SQL 的版本，然后呢，也可以使用不同的那个版本的资料库来非常灵活使用然后也可以使用在很多作业系统上使用那资料库管理员的话，可以在不同的作业系统上也可以同时使用。那在 PGAdmin 的部分的话，主要功能有哪些呢？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资料库管理功能可以建立、删除还有修改资料库，还有一些表格的一个结构的部分。那除此以外的话，它还支援了一个索引、检索，还有储存它的程序，以及触发器等等的一个管理的机制。那我们可以全面去维护这个资料库的结构跟性能。那它也拥有了一个查询的工具它可以有提供的 SQL 的编辑器，还有资源比较语法很好的语法的查询还有一些自动补全的功能还有视觉化的一个查询的结果。那这个表格里面的话，还有一些图表那可以透过结果里面可以更容易了解跟分析那也有提供资源的备份还原。那资料库管理的部分的话，更为重要的一环。那也可以支援的自动化的一个备份还原部分，然后让使用者的话呢，可以更容易还原这个资料的部分，以确保这个的安全性。还有最后呢，它有提供一个即时的监控的部分，然后让使用者的话可以查询分析的结果，然后让实时被监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介绍的这个 PGAdmin 的优点那提供了一个直觉的图形化的界面，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它的操作的难度。那它也支援了多个版本的 PostgreSQL， 而且呢，它有许多的高级的功能那可以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进阶的部分来操作比较复杂的资料库的操作，那可以有效的满足不同的专案的需求那也可以有一个开源的工具来免费使用这个工具的部分。那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它有很方便的解决方案。最后呢，它有支援插件跟脚本的自动定义的功能。那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扩充来客制化的部分。那在前面的话呢，我们大概已经有介绍了那个 PGAdmin 的相关的功能跟优点。那我们可以分成3个步骤的。那我们可以大家更熟悉如何安装，以使用 PGAdmin 4来管理资料。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以下的练习，就是 PGAdmin 的安装操作，然后呢汇入地下水的数据。那使用 PGAdmin 的话呢，逐步学习基本的语法、筛选还有排序和分析资料部分。在前面的内容中，我们有提到了 PGAdmin 相关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以下几个练习。第一个就是安装 PGAdmin 4的操作，然后第二个就是汇入地下水的测试数据，再来就是使用 PGAdmin 逐步学习如何基础查询、筛选和分析这些资料。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先来示范如何下载 PGAdmin， 然后我的作业环境是在 Windows， 就是大家的虚拟机架设好之后，就是我们可以就直接在 Windows 的环境直接去做连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打开就是我们在简报里面提供的连结，
那我们可以选择最新的版本去做安装下载，现在已经到 V8.14 了，所以说我们可以下载这个最新的就好。那我们就点选这个执行档。那下载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程式点开，直接做执行。那我们点选这个部分。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其实只要一直点选 Next 就可以完成执行了。然后这边就 Accept。那在等待它安装的期间，我们就可以先确认一些其他的 pgAdmin 的连线设定，就是我们要确保 PostgreSQL 的伺服器是已经安装并运行的，然后还有确认 PostgreSQL 的 IP 位置、使用者名称、密码跟资料库名称等等。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上个章节的时候其实就有提到一些，像是 PostgreSQL 的远端连线设定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上一个章节就已经有设定好了，那这部分我们就可以先跳过。这里主要是要先去查询说我们这台虚拟机的 IP 是多少，那就可以输入 ifconfig 去做查询。那这边他说需要安装这个 Nesttool 的话，就复制，然后贴上进行安装，然后再次查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虚拟机的 IP， 那这个就是等一下可以提供我们做使用的部分。那再看一下我们的 pgAdmin4 是否安装完成了，那就可以点 Finish。那点选完成之后，你就可以从你的就是可以找到这个应用程式，直接把它打开。那我们看到这个页面，就代表我们 pgAdmin 已经安装完成。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如何汇入资料。那我们开启 pgAdmin 之后，我们就开始要来进行连线到我们刚刚已经有安装好 PostgreSQL 的虚拟机当中。那我们就点这个 Add New Server， 然后这里 name 的部分的话，就是大家可以自己随意取一个就可以了，就是代表这一个 server 的名称。然后 connect 的部分的话，这个 address 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有使用 ifconfig 这个指令去找到的 IP， 就是我们要填入的资料。那以下填好之后就可以登录了。因为这部分的话，我们没有设置密码。如果你有设置密码的话，要记得还要再填写密码才能登进去。那好的话就按下 Save， 如果成功的话，就会直接连线到这个地方。然后大家就可以仔细看我们刚刚就是 database 里面，就是里面的资料。然后再打开 database 的话，可以发现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就是 database 当中有个 test 嘛。那这个 test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在前一章有使用 PostgreSQL 的时候所创建的资料库。那因为在这边的话，我们要再示范一次，所以我们就点选这边，就是点选右键，然后我们再重新新增一个新的资料库，然后一样是帮这个资料库取名字，然后就直接 save， 然后我们就可以创建我们新的资料库。那点开这个新的资料库之后呢，我们要找到那个 table 的部分，然后再点开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这个 table， 然后我们就选择 create， 然后一样是创建一个名为 water 的 table 来储存我们的水文资料。然后 column 的话就是可以依自己所需要去做增加。那我们一样是，就是我们有四个栏位嘛，那这样子的话就新增4个栏位去做记录。那这边的话，资料形态的部分，我们就选择相对应的资料形态去做储存。那因为第一个是
数字的部分，那就选择 test。这个也选择 task。然后这边的话，它就可以选择 time step， 选择第一个 time step without time zone。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选择数值。那这边填选好之后，就可以点 save， 然后我们就可以保存这个 water 的资料。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汇入我们的水文资料。刚刚已经创建完资料表了，那我们就从资料表中按右键，然后点击这个 import data，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要的资料。就选这个我们提供的 Postgre， 然后10000的这一笔资料，然后把它打开，然后好了就按 OK， 然后就可以等待它把它存进去。然后如果我们要确认我们汇入的资料量是否正确的话，我们可以点选，就是一样按右键，可以点这个 Count Row， 然后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已经有10000笔资料汇入了嘛，那就是代表我们资料是有成功汇入进去的。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要确认一下我们资料的话，就可以点击 Table， 就是这个 Water Table， 然后选择 Query Tool，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新的视窗执行 SQL 语法，然后这边会显示耗时跟 query 到的资料，大家都可以去多测试几种语法。那这边的话，我就会示范几个，就是之前有提到过的 SQL 语法，像是最基本的select全部的资料，那这边可以按执行，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里全部的资料了。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大家会觉得其实跟PHP MyAdmin 会有蛮多相似的地方，就是一样是可以透过图形界面去做一些资料的找查，然后还有一些资料的观看。其实这些就是看大家比较习惯用哪种方式去做资料的储存跟管理，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做选择。就是在某些方面，这个的话就会节省比较多时间，因为比起使用PostgreSQL 的一些指令执行界面的话，那时候我们还必须要就是要先把资料暂存到其他地方，那这个的话就可以直接做上传，其实是方便蛮多的。而且 pgadmin 它本身其实有带一些就是资料图形化的功能，然后大家都可以去测试看看。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看这边都有一些图形化的功能可以去做绘制。像如果我这边以时间为 X 轴，然后资料为 Y 轴的话，它其实也可以生成一些。它是可以生成一些图形图表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感觉好像都是平的，其实那不是因为那个数字都是0，而是因为这个-999的数字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它这样相较起来看才会觉得这边的数字都是0，但是其实这边的数字都是有在变化的。那大家就可以看，可以试着去调整看看，就是只抓这一小段的时间，就是排错是可以排除掉就是有问题的时段的时间，那这样子的话，画出来图形应该就会比较像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水文的有波动的水位资料这样子。其实就是 pgadmin 方便的地方。那在这边的话，我也会再多测试几个不同的指令给大家做示范。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查询 water 表内 water value 大于0的所有资料，那就是一样。可以输入一下句子，然后这边的话就会跳错，所以这里的话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 water value 的部分，我们要加上双引号，它才不会跳错。就是它就是一个名词，就是一个单词的部分，这边要把它记得要加上双引号，然后大小写也要正确。这边的话是我没有注意到，大小写的部分也要正确的去打，因为它会区分大小写。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去筛选它 water value 有大于0的部分了。那使用 PGAdmin 的话，其实除了刚刚我提到的视觉化，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它的视觉化结果之外，其实也可以分析 SQL 语句的效能。就是如果我们按到这个的话，其实就可以去看它整个就是 SQL 语句的，就是可以去看它分析它的效能那些状态等等部分。然后再回到刚刚output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去做图像化的处理嘛。那这边的话一样是选择 X 轴是日期，然后 Y 轴是它的值，那就可以请它生成。那这次的话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一部分查询出来资料其实已经排除了有异常值的部分，那这样子看起来其实就是会比较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水位状态。那以上就是我就做这一些示范。其实 PGAdmin 还有非常多不同的功能，就图形化的界面跟分析的功能，其实有可以提供给大家去做参考。那就是大家可以看自己比较习惯哪一种工具，然后去针对自己习惯的工具去做使用。谢谢大家。